为了逃避上班，这匹马儿竟然学会了装死，每天不是倒在地上，就是在倒地的路上。只要有人想骑它马上就会开启晕倒的技能。乍一看还以为它快要不行了，殊不知这正是他预谋已久的阴谋。主人说咱们有事好商量，但你别装死行吗？可这家伙长了800个心眼子，躺在地上就是不肯起来，甚至还机智地翻起了白眼，似乎在告诉主人自己快要不行了。没办法，主人拉了拉他的大长腿，告诉他今天不训练了。此话一出，马儿瞬间就满血复活，接着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。主人一看，你这家伙根本没事啊，那还是接着练吧。还没等主人骑上马背，他又立刻倒地晕了过去。好家伙，这演技简直绝了！主人告诉我们，马儿名叫奥斯卡，是他花了大价钱买来的，可买回来1年多的时间，自己一次都没骑过。因为只要有人想骑它，这家伙立马倒地装死。也不知道这是马儿成了精，还是演员投错了胎。跑得快不快不知道，但它肯定不是一匹正经的马。现在奥斯卡已经学会了预判，只要发现主人有骑马的意图，他立刻就倒地不起，根本不给主人任何上马的机会。这家伙还很聪明，每次倒下之后都要等4周没人了他才肯起来，生怕自己装死的计谋被发现。但一旁的主人早就看穿了他的把戏，走过去就准备霸王硬上马，可没想到这家伙戏精附身，再次开启了装死模式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挂了呢。虽说这家伙天天不上班，但主人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马场里的其他马儿都在认真训练，唯独他每天想方设法的偷懒，就连其他马儿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跑来劝他别太过分了。但奥斯卡却不以为然，依旧每天笑嘻嘻的摆烂。著名表演艺术家麦克阿瑟曾这样评价道：给他一个获奖的机会，他能把所有奖项全部拿光；再给他一个不上班的理由，他能躺到4肢退化。主人拿来一根胡萝卜塞进了奥斯卡的嘴里，想看看他究竟有多能装，但他还是低估了这匹马的演技。这家伙硬是叼着胡萝卜躺了10多分钟，直到主人离开后，他才偷偷摸摸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接着3下5除2就把胡萝卜造了个精光。这一切都被主人尽收眼底，本着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原则，主人心想这回你总得让我骑一会儿吧。结果还没等他骑上马背，他又倒了下去。仔细一看，嘴里的胡萝卜都还没吃完，这家伙又在线飙起了演技。为了改掉奥斯卡躺平摆烂的毛病，主人在思考3天2夜后，终于想了个办法。他在地面放置了石块，不知情的马儿刚准备倒地，却发现地上摆满了石头，于是他马上站了起来。主人心想这回看你如何倒下，没想到聪明的马儿找了个平坦的地方，又倒了下去。看到这一幕的主人彻底无语了。由于他每天都整这套把戏逃避训练，主人也是有点分不清了。他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，这匹马到底是装的还是得了什么大病。为了搞清楚状况，于是主人带他去医院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结果医生却说他身体没啥问题。可回到家里的马儿还是一如既往的装死。不仅如此，这家伙从医院回来后，演技都变得精湛了许多。主人更加疑惑了，他猜想难不成这匹马是脑子出了问题吗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主人又请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为了测试马儿的智力，于是在栏杆前面摆了一盆胡萝卜，其他马儿都是强行撞倒栏杆去进食。等到奥斯卡出场时，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探出了脑袋，发现自己脖子不够长，然后他缓缓绕过栏杆，很快就顺利吃到了美食。经过几项测试后，专家表示这匹马的智商远高于同类，原来它不是有病，而是太聪明了。而他之所以选择装死，完全是因为不想上班。听到这里，主人也很无奈，没曾想花了大价钱却买了匹不能骑的马，但他万万没想到这匹马凭借装死的本领，不仅迅速爆火网络，而且还登上了各大电视台的综艺节目，甚至还被剧组邀请去拍戏。一箭射出，马儿应声倒地，这不是妥妥的本色出演吗？靠着过硬的演技，自此奥斯卡完成了马生的逆袭，而主人也跟着他彻底改变了命运。原来不是马儿不上班，而是马儿不一般。匹马为了约会，一气之下竟然学会了开锁。只见他对着门锁咬了几下，调整好缺口的位置，用嘴巴轻轻一顶，门上的锁扣就掉了下来。随后马儿熟练地拉开门栓，10秒不到，马厩的门就顺利被打开了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看就是越狱的惯犯。看见这番神奇的操作后，其他马儿也是满脸羡慕，懊悔自己当年读书太少。逃之夭夭的马儿很快便来到了约会地点，在一番卿卿我我后，马儿直奔饲料间开始补充体力。哪成想还没吃上几口就被主人抓了个正着，主人二话不说就将他送回了马棚。马主人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原来马儿名叫奥斯卡，是一匹智商极高的马。刚开始以为是马棚里的门锁坏了，可经过仔细检查，发现门锁和大门并没有损坏，直到后面才知道这家伙居然是自己开的门。前一秒刚把门关上，后一秒他就立马溜出去。主人告诉我们，奥斯卡每天要跑出去10几次，并且还养成了偷吃饲料的坏习惯。为了阻止奥斯卡再次越狱，主人专门为他定制了一把高级锁，这回看你怎么逃出来。将新锁安装完成后，他还特意试了试牢固程度，接着便自信满满的离开了。发现主人走远后，
马儿再次将脑袋探出来，准备打开房门。然而这次奥斯卡试了很多遍都没能将门打开，脾气暴躁的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摇晃脑袋开始思考开锁的方法。由于新锁结构比较复杂，马儿 CPU 都干烧了，也没想到解锁之法。着急去约会的他开始满地打滚发泄情绪，在爱的魔力下，奥斯卡终于想到了破解的办法。这回他直接将目标对准卡槽，用灵活的嘴巴轻轻一提，就顺利打开了大门。呼吸到自由空气的马儿发出得意的嘶吼，似乎在说：区区雕虫小技也想困住我。逃出马棚的奥斯卡开心的不得了，开始在马场里四处撒欢。主人想上前将他带回马棚，结果奥斯卡的后腿不停飞舞，显然是在警告主人不要靠近。此时的他已经忘乎所以，任何人的面子都不给，说什么也不肯让对方上马。一位骑马高手自信满满的想要驯服他，没想到刚骑上马背，奥斯卡就用行动表示抗议。无奈之下，小哥只好乖乖下马。为了防止有人骑他，这家伙竟然直接躺在地上不起来了。面对行为如此怪异的马，主人也是一脸无奈，他不明白为啥这家伙整天想着往外跑，难不成是得了什么大病吗？为了搞清楚状况，主人请来了动物专家，专家找来一些道具，打算测试一下马儿的智商。饲养员将毛巾分别放在2匹马的头顶，结果这2匹马表现得很听话，1分钟后毛巾依旧没有脱落下来。接着主人将奥斯卡牵了过来，本以为他会和其他马儿一样，结果毛巾刚放上去几秒就被他甩了下来。看来奥斯卡的确和一般的马儿有所不同。随后专家在栏杆前面摆放了食物，再用塑料桶将食物盖住。第一匹马儿见到食物后直接将栏杆撞倒，在专家的几次引导下才勉强吃到了食物。很快第2匹马登场了，虽然他很聪明地绕开了障碍物，可他并没有找到食物，而是跑去向一旁的工作人员求助。等到奥斯卡出场后，他毫不犹豫地绕过了栏杆，掀开塑料桶直接大口吃了起来，全程用时仅6秒的时间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居然连下面的残渣都找了出来。专家说有些人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，其实动物也一样，它并不是生病，而是智商太高了。他猜测这匹马总是千方百计的逃跑，肯定是带有什么目的性。在专家的建议下，主人假装让奥斯卡逃脱，然后悄悄地跟在后面，看看他究竟要跑去哪里。在狂飙了几公里后，奥斯卡最终来到一处草地，搞了半天，原来这家伙是来见女朋友的。主人说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一对，不久前小五生病了，于是就将他安置在这里进行治疗。现在终于明白奥斯卡为什么每天不停地开锁想要逃出来，原来他只是为了和女友见面。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主人将小五接了回去。从那以后，奥斯卡终于改掉了开锁的坏习惯，现在他们又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看见这对马儿每天秀着恩爱，主人表示他又开始相信爱情了。相信狗能看到人类看不见的东西吗？这只柴犬跟随主人参加葬礼后，眼睛就一直盯着天花板看个不停，仿佛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女主顺着狗狗的视线望去，可奇怪的是天花板上却什么也没有。女主说狗狗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天了，她不仅白天对着天花板犬吠，到了晚上更是叫个不停。刚开始女主并没有在意，以为阿柴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自己的注意，她拿出狗粮试图安抚狗狗的情绪，可阿柴只是闻了闻，很快便又把目光投向了天花板，看他一副认真的模样，似乎这上面真的有什么东西。女主告诉我们，平时狗狗从不乱叫，性格也很温顺，可自从上周参加完爷爷的葬礼后，阿柴就出现了反常的行为。人们常说狗能看见人类看不到的事物，虽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，但狗狗的行为属实让人有些害怕。他猜想没准真是爷爷回来了，可仔细一算，这也没到头七啊。邻居大婶说撒上红豆可以辟邪，可阿柴还是对着天花板叫，看来这招似乎没起到作用。奶奶说遮上黑布能隔阴阳，于是小姐姐立马买了一块9毛9的大黑布，挂上黑布后，下一秒阿柴果然安静了下来。本以为这下可以睡个好觉了，可没想到几秒钟过后，狗狗又转身继续对着天花板犬吠。小姐姐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搞清楚天花板上究竟有什么。不久后，她买来了探测仪，可经过仔细勘探，依旧在天花板没有发现任何东西，这让女主变得更加疑惑，难道是楼上有什么声音吗？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女主来到了物业进行咨询。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后表示，楼上已经2年半没人居住，这让小姐姐彻底慌了。她觉得阿柴肯定是看见了阿飘。回来后，狗狗依旧每天盯着天花板看，尤其到了深夜，阿柴的行为变得更加诡异，动不动就神色慌张地对着天花板犬吠。狗狗这种怪异的行为让一家人寝食难安，并且女主最近还经常梦到一些奇怪的事物。无奈之下，小姐姐只好找来当地最权威的驱魔大神老王。别看老王相貌平平，但他对宠物的研究却十分专业。进门后，老王先是和阿柴打了声招呼，接着开始观察狗子怪异的行为。这时老王告诉女主，还需要增加500大洋，安装一台分贝测试仪。担惊受怕的女主连忙表示没问题。安装完成后，老王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嘴里还念着听不懂的语言。此时的阿柴已经完全被老王所吸引，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看。
在经过一番研究和操作后，专家老王最终给出了科学解释。一般来说，犬类的听觉非常灵敏，它能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。由于女主不久前刚搬了新家，环境的变化让狗狗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，任何细小的噪音都会引起它的注意。而它之所以对着天花板犬吠，是因为声音的反射让狗狗误以为是楼上发出的声音，所以狗狗并不是看见了什么东西，而是对声音做出的正常反应。经过老王的解释后，女主终于松了一口气。随后，老王将房间内的声音录制了下来，接着调至最大声音循环播放，同时让女主安抚狗狗的情绪，并且不断与它互动，转移注意力。在经过老王的一系列指导后，当阿柴再次听到细微的声响时，他也只是看了一眼，随后便倒在地上睡了过去。看见狗狗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状态，女主也很高兴，她表示自己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。对于狗狗迷惑的行为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